大家好，又是我肥肥。今天我要来分享洗板的食谱。看完这一集影片，你就能轻轻松松做出好吃的洗板。那么我们现在就开始吧，请订阅我的频道哦。你们的订阅就是我坚持的动力。每逢星期一、四、六都会有视频更新哦，请多多关注。一开始我们先来剪一剪香蕉叶，这个香蕉叶我们就随意的把它剪成一个四方形。我们要准备8片的香蕉叶，因为我们今天会做8粒洗板。这个香蕉叶你们把它洗干净过后，随意的把它切成四方形就可以了。等洗板蒸好后，我们才来修剪多余的香蕉叶。现在我们来看一下洗板所需要的材料：糯米粉65克，普通面粉80克，白糖40克，玉米油10克，吉隆酵母3克，粉红色素适量，清水85克，香蕉叶8片。我们把普通面粉、糯米粉、白糖、吉隆酵母全部倒入一个大盆里，然后稍微的把它们搅拌一下，让它们均匀。接着我们就可以慢慢的把清水加进去，我们一边加入就一边搅拌。我们也可以用手去搓揉。我们要把这个粉搓揉成团。我们也可以在这个时候加入一点粉红色素，不需要很多的，只要大概1-2滴就足够了。放了色素后，我们就不停的搓揉，让那个色素均匀。你们不要看这1-2滴色素以为太少，不会的，等下你们慢慢搓揉，它的颜色会慢慢呈现出来的。搓到成团后，我们就可以把油倒进去。油倒进去过后，我们继续的搓揉。我们要把这个粉团搓揉到光滑不粘手。你们看，粉红色素会慢慢的呈现出来，可是这样还不够光滑哦，我们要继续的搓揉。面团搓揉的越久，它就会越光滑。等下洗板做出来呢，表面也会比较光滑，比较好看。现在我们可以在香蕉叶上涂上一层油，避免等下洗板蒸好后会粘着这个香蕉叶。现在我们可以把这个大面团称一称，看它有多重，然后把它分成8份。我大概会分成35克一小粒。然后我们把这个小面团搓一搓，然后把它拉出光滑面，再把这个小面团搓圆，把它放在香蕉叶上，稍微的按一按，把它压扁就可以了。现在8粒洗板都已经做好了，
我们把这一个洗板放入锅里，盖上锅盖，让它继续的发酵30分钟。记得这个锅里是不需要放水，也不需要开火的哦。30分钟过去了，哇，我们的洗板好像有长大一点点哦。我们把这个洗板拿出来，然后在锅里加入适量的水，我们要蒸15分钟哦，水要放得够多。接着把洗板放回进去，盖上锅盖，我们把火开大，用大火把水煮滚。当水煮滚后，我们就可以把火转去中火，我们用中火蒸15分钟。眨一个眼就15分钟了，我们先别急着开盖哦，我们把火关掉，然后在锅盖开一个小缝，让它透气5分钟。眨多一次眼，又5分钟了，我们的洗板出炉了。如果你觉得这个香蕉叶不美，在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把它修剪一下。在吃洗板之前，我们先来个温馨提示吧。我们在搓面团的时候，搓得越久，表面就会越光滑，蒸出来的洗板表面也会光滑。我们在打开锅盖时要特别的小心，别让锅盖里的水滴到洗板。下课，吃洗板喽！完成喽！这就是我今天的作品——洗板。洗板是一种传统的华人米制糕点，常见于客家与福建文化中，尤其在婚嫁、满月、寿庆和新年等喜庆场合使用。喜寓意吉祥喜庆，板只用米浆蒸制而成的糕点。洗板口感柔软细腻，味道微甜，象征着喜事连连，生活圆满，是表达祝福与分享喜悦的重要传统食品。今天的洗板非常的成功，不过就是表面不够光滑，我觉得这是搓不够的原因。如果这个面团我们在搓面团的时候搓得越久，它的表面就会越光滑。丑一点没关系啦，最重要就是好吃嘛。这个洗板真的有发，你们看，它中间很多小洞洞，代表这个洗板是成功的，它有发。今天的洗板吃起来口感有一点 Q 弹，它不是属于软绵绵的，然后吃起来不会粘牙，甜度也刚刚好，不会太甜。洗板虽然没有放什么内馅，没有什么味道，吃起来就有一点微微的甜味，可是它非常的好吃哦，你会不知不觉一个接一个的吃。今天的洗板成功！大家对我们今天的分享满意吗？满意的话，请帮忙给一个赞，还有多多把我们的视频分享出去哦。分享食谱与美食，轻松在家做料理。希望我们的分享可以让大家轻轻松松做出美味料理。好啦，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，大家记得要帮我们点赞、留言、订阅和分享哦，谢谢大家。